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观众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次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包括现在跟川普别苗头哦，习近平跟川普现在呢各自在备战。我所谓的备战是金融战的方面。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到处去这个参访哦。那19号他在河南，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哦，要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哦。大家都在做自己的准备，而王毅甚至讲了，美国如果你现在持续要封杀我们中国的晶片，这是赤裸裸的单边霸凌哦，你封锁我啊，可是你就是在欺负我啊。我们再来看看呢，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就讲说你美国对我华为的晶片发出禁令，你个人或者组织你执行的话，就是违反中国大陆的法令叫做反外国制裁法。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两边都把调子拉得很高都把话说得很狠。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国家已经挑战了美国的极限，挑战了美国的权威，就是马来西亚它将成为第一个在 AI 基础设施里头采用华为腾升晶片的国家。美国已经这个信誓旦旦不断的说大家不可以要封锁，可是他用了。那他可能会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政策，美国会怎么对付他？现在不知道。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会长叫吴海龙他就讲美国最大的战略误判在于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和最大的威胁，可是又不愿意正视自己自身的问题，反而用关税来威胁还有勒索试图解决贸易的不平衡。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市局已经来到了这里你用道德喊话可能也没有效大家都要自立自强。所以呢，趁着这90天的所谓宽限期或是冷冻期，你看到中国大陆的企业拿到了满手的订单，理由是美国的客人疯狂的囤货他们不断的加订，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节日他们需要很多的货品美国的这些企业抢付尾款所以呢，中国大陆现在外贸的企业接单接到手软，也进入了战时状态说明显对方有囤货的意识，非常的急。可是中国义乌这边的小工厂这些小老板们现在很担心怕政策一不小心又转弯了所以除了一方面赶工出货出这个万圣节的商品之外另外呢他们其实也担心就是未来这个他们的产品不能只放在美国这一个市场所以你看到95%的中国出口商在脱钩美国的市场，这是来自于贸易保险公司安联贸易的一个调查它针对很广泛4500家中国大陆的出口商调查，结果发现高达95%的中国出口商加速向美国以外的市场出口它的产品，它一定要分散。那万一未来这个贸易战打下去5年10年它一定要找到其他的替代市场。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对于国内也可以说是这个蛮头痛的，他高压要 Walmart， 你要把这个关税给吞下。可是有另外一个厂商，这个叫做家得宝这个它的外表长这样 The Home Depot， 好，全球居家Depot The Home Depot， 全球居家修缮龙头叫做家得宝，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据说它的这个营收很厉害，上季的营收优于预期维持整个美国全年的财测不变，而且它很厉害的地方是不因为美国关税而涨价，所以它没有涨价所以美国消费者就持续跑去买也推升了它的这个所谓的利润。那另外Walmart也回应了，因为川普好几次针对这一家企业说，你自己去跟中国瞧吞下关税，你不要把这个成本放在消费者身上。那Walmart他自己也有一个这个回应他说在利润很微薄的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去调整低价，维持低价，可是很困难，他尽可能尽力。
那另外美债啊，必须讲真的是一个大 trouble， 现在也不知道哦，到底什么时候哦会这个整个爆掉。那路透分析说，美元贬值的压力啊山大，因为你看到前一阵子啊。这个美国守了108年的主权信评3A 的这样子的一个高的这个平等哦，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破功了。美国招牌不断的掉漆，那美元贬值的压力当然就越来越高了。而全球都在避险，因为需求升高，所以中国4月的黄金进口啊增加了73%，你看到哦，创下了11个月以来的新高。来请教彬哥。其实对大陆来讲，它现在策略也是很明显，就是美国这边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政策，川普大概就是一意孤行下去。那重点就在于什么？培植自己的实力，你不能够因为外界的环境就是把你的整个脚步打乱，所以自己的制造业相关的该做的还是要去做。那当然，一些该对外面守住的一些东西还是要守住，基本上还是一个寸土不让的一个情势，除非美国这边愿意让步。那当然，美国现在是全面性的要去封锁中国大陆的晶片。那中国大陆自己能不能够投注资金、投注心血，赶快把它研发出来，那不被堵住，那就是看中国大陆自己的本事。那可是我是觉得，现在全世界各国大家都会看，因为很简单嘛。对一些有钱的国家来说，也许好，你不准中国大陆晶片外销，我也配合你，我就去买辉达了，买这些相对比较高阶的晶片。可是对某一些国家来讲，他就是只能买得起比较便宜的东西啊。那对他来说，如果他跟美国之间贸易没有很强、没有很深的联系的话，也许他就会想说啊，与其被你制裁，与其就是配合你，不如我干脆忍受被你制裁，我去买中国大陆的晶片，看看你到底会有什么反应。所以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各自会去做选择。导师这吴海龙讲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妙。他说不能。你自己生病却要别人吃药，这句话好熟悉啊！大家记不记得谁讲？韩国瑜在回应柯建銘的时候，就是说，对，就说你不能自己生病叫别人去吃药。哦，对，柯建銘还叫韩国瑜道歉。是，所以呢，现在吴海龙就是把这个川普比喻成柯建銘。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他是学韩国瑜的吗？我不知道他是学还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是确实啊，川普也是自己神经啊。明明是他自己在那边乱搞，可是他把责任全部都踢给别人了。所以这两个人的做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挺相似的。那对大陆的企业来讲，当然他就必须跟时间赛跑。一方面他要去应付美国客户的订单，美国客户为什么要赶快囤货？因为没有人知道川普什么时候会变。对，那对大陆自己的厂商来说，我除了加紧赶工之外，另外一个我也担心你也会变啊。所以除了赶工给你，我自己也要想办法再去找其他的客户。因为美国现在对我来讲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靠不住的市场，你的波动性太大，你的政策转变性太大。那其实中国大陆的厂商会这样想，其他厂商就不会吗？我觉得现在所有跟美国做生意的外国厂商，每一个都忐忑不安，每一个都瑟瑟发抖，不知道你川普到底想要走到哪一步。所以川普现在其实我一直在讲，他在逼的全世界尽量不要跟他做生意，因为跟你做生意充满了变数，你不是一个可靠的客户。要不是因为美国市场这么大，大家早就不理你。但是川普现在正在进行一件事，我不知道他意识到没有，他在把美国的市场变小。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嘛？你不断的增加关税的结果，就是让你自己的市场变越来越小，因为我的货品到你那边无利可图嘛。所以他自己，我真的觉得川普的幕僚不知道吗？还是他们现在忙于炒股票，没空管这些？那至于说，当然有的厂商愿意配合政策，想办法去撑。那沃尔玛这个回复，其实他在回复什么？你知道？4个字：民不与官斗。就5个字。所以为什么？理由很简单。那川普都已经这样讲啦，我如果跟你硬杠，那到时候你在政策上可能就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我只好尽量勉力配合。可是这就跟这个欠债的人一样，每次债主来讨债的时候，他都说我尽量，你给我1个礼拜，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到最后还不是一样，就是这样，这就是拖延时间的战术。那为什么大家现在要选择拖延时间？你看韩国、日本，每一个国家都在拖延时间，因为在等看你美国什么时候自己会先撑不住。马上6月就要到，你美债的压力这么大，美元的压力这么大，你川普，你确定你这样子一直拖下去，你撑得住吗？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
如果川普能够撑过这一轮，那当然世界各国可能就不得不跟他妥协。但如果他撑不过的话，美国自己恐怕吃不了兜着走。建中老师 ，OK， 我先讲一下，大家如果知道这个产业分级有分4级嘛，甚至当然可以分更高阶。第1级就是农林渔牧，第2级是把它去加工叫制造业，第3呢是服务业，第4级产业这个很特殊，其实它是2的平方。2的平方什么意思呢？2的平方就是4，但第4级产业其实就是制造业。我现在讲的说，中国现在叫中国现在这个制造业现代化。这个不能想象它是一般制造业哦，它在推的不是过去做玩具啊、做 Home Depot 那些东西哦。我跟你讲，它做的是高端的制造业，这就是川普他也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做到了一定的成绩，在高端制造业，其实我把它分年代好了，从2001年底加入 WTO 之后，一直到2013年之前，他们从穷到富，富到刚，开始有钱又很刚强的时候，是他们到全世界卖的东西都是卖的第2产业制造业，叫 Made in China。可是后来在2013之后，一带一路，这一带一路加上它的这红色供应，到2014到汉诺威跟德国签了中德工业4.0之后，到现在他们推的是高阶的所谓的制造业，这个不得了，所以这个叫中国制造业现代化，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是美国会害怕的，因为这个就是抗衡高科技，这个的未来你就会知道很可怕。然后呢，当然美国知道中国不断的发展，所以从你知道华为经理，你知道当时在川普的时候，2019年5月15号不是就丢了1年吗？就华为第一次经理说华为所卖的全部限制，结果呢发觉限制不了，在隔年的2020年5月5月15号不是又丢了4个月，给你120天，要跟你第2级的这华为经理告诉你什么呢？说所有跟你相关的不是，他说只要是跟华为拿到的技术相关全部都封锁，结果发觉撑不到9月到8月17号就开始马上第3波禁令，为什么？所有跟它相关的都必须封锁，那就是华为3道禁令。当时你记不记得联发科就是后来类似第3届大跌？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因为中国这个科技制造业科技太快太厉害，所以美国就会丢出非常多的所谓的出口反制的政策。那中国就做了什么？中国现在真的是 like for like， 叫以牙还牙，还牙的不得了。你知道之前不是洗产地，他一样封你稀土洗产地，他现在一样洗产地，他对人民的心态洗产地都来一个反外国制裁法，你只要协助他执行的，我就要罚你，而且有法律责任。你知道中国这样做的话，那些企业也不敢完全听美国的。中国现在底气到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未来真的很有得抢。好，那我现在再讲一个buyer 和 seller 的关系，买家卖家到底关税谁买单？讲不好听点，我卖家为什么要买那么高的单？所以买家会买单。但是我要讲沃尔玛和 Home Depot 不一样，我们在美国生活那么久就知道 ，Home Depot 不要翻成家得买，很怪，我翻成特利屋比较清楚啦。像它就是特利屋啦。就特利屋Depot 我想说家得宝，对不对？它是直接英翻，我觉得译翻比较有意思。我们特利屋我们比较了解，对，它就是特利屋。我必须告诉你，在特利屋里面的商品有部分是 China， 但很多的它属于重机械是美国或日本生产，并不完全甚至台湾不完全是中国，它是有原因的。你不能放诸四海皆准。Amazon 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平台，都是从中国去，它当时也会贴一个标签，这不一样是关税。川普就骂他了，但沃尔玛东西完全都是 Made in China， 你知道？我们不要说完90%呐，你说药品或其他东西我不敢讲，衣服、玩具我跟你讲都是 China 来的，所以它必须要涨价。Home Depot 不太一样，必须说明，但是我相信是中国过去的一些这个 tool 那些工具的话，它可能就要涨价。对，所以这个不能放诸四海皆准。我最后还是要讲一下美国债的问题，因为玩金融的非常清楚啊。之前上次我记得跟李阳同台，他还讲到2011年标普其实就把美国的3A 就打下去了。对，那个时候很清楚，美国只欠10兆。发10兆的债，那是因为金融海啸在欧债危机分析欧债危机的时候，美英德法加上那个欧洲5国总共是10兆，日本也10兆，但美国也10兆，他就打了一枪了。但是呢，到2023年，因为标普是眼睛最亮的，那个其他目的是比较保守。后来惠誉不是在2023年也打吗？那时候是20兆，现在是37兆，现在打到现在，所以目的一定要把这个也要追加上去，就把它降低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不管是中国国家的角度，现在买美国债还是有买，他都买短债，谁敢买长债？那我再讲一下，大家最有名的投资这个教父好了，巴菲特。巴菲特他现在也有买啊，他买都是短债，超短债，他哪敢买长债？这象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时的美国到期债，像10年债是2015年发的，2025年它的债的利息已经现在已经高到不得了，当时是0，现在这么高。如果它继续这样发下去的话，债务很高。但现在发债，你买短债你可能有利息，但是你买长债，你有可能买了利息亏了这个你的债权的 capital， 因为美国看起来它在美国我们讲它是一个。我们讲就是从它美元的 US dollar 和 Germany 用美元霸权控制了世界，我们讲长臂管辖嘛，它这个美元霸权真的是很厉害。但是美元因为它怎么印钞票你都会用嘛，对不对？它买债你也会买，但现在美国势力慢慢衰了，尤其你看它贬值啊，有2个因素，贬值的确可以增加出口，但重点贬值就象征国力的衰退，所以美国的国力啊，配合看这个长债大家都不敢买，就知道美国这个债权被降平啊，这个国力的未来真的是慢慢在走衰。厉将军。我觉得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跟发展一定是要按部就班。刚开始一定都是农业建设，让老百姓能够吃饱是最重要的。紧接下来，当你农业没有问题之后，老百姓可以吃饱之后，当然紧接着发展就是各项的制造业来发展。当制造业就像蹲马步一样，你马步蹲稳了，紧接着下来你才可以去发展你的科技业或者是金融业。但我们现在看到有2个国家很明显，一个是印度。印度来讲，它农业做完以后，它事实上农业马步都还没有蹲好，都还没练好，它就直接跳过制造业，它就想要跨足于科技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印度为什么很难成功它文盲还这么多，它的国内的基础建设还不行，它马上跨足要到这个科技业。所以为什么富士康移到鸿海，移到印度去做 iPhone 手机来讲的话，很难这个成功各国企业来讲，到印度去投资也很难成功。那美国是怎么样？美国是原来也是农业，它制造业为什么可以发达？因为20世界大战没有打到你美国嘛，欧洲打得这个稀巴烂，对不对？然后日本这个那边也因为20世界大战以后一片的断垣残壁，所以美国利用这机会，它因为面对的2大洋，太平洋跟这个大西洋，所以它没有遭受到战火蹂躏，在那个时候它可以好好发展它的制造业，把它的东西卖到欧洲卖到亚洲各国。但是它制造业成功之后，紧接着它迈入金融业跟科技业。当他迈入金融业跟科技业以后，他发现说这个钱比较轻松，比较好赚，他就不做制造业了。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讲这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意思说，这个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本你不能丢掉，你必须在制造业还是要加强这个制造业。但是他要注意到，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有在转型了他以前的制造业不再停留说像以前做鞋子、做衣服、做玩具、做圣诞树但不只是这些了。他慢慢现在注意到什么？他发展到什么？他进阶到这个做电动车，对不对？进阶做这个电池的功能进阶做太阳能，所谓新三样已经开始出来，这也是制造业。它慢慢向比较这个高端的制造业来发展，我觉得这是中国成功的地方。当然，未来它一定会朝晶片来发展，这是必然的一种趋势，因为晶片制造也是一种制造业，我觉得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了。是大家都知道，川普好大喜功，经常非常的夸大。那现在他说要让美国再次强大，那国防军武这个部分也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宣布了他要做一个计划，叫做金琼飞弹防御计划，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人攻击，3年之内就要投入使用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好，我们金琼系统可以让美国再度安全，不管你来的是弹道飞弹还是高超音速飞弹，你来什么我挡什么可是要多少钱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要投入第一批要250亿美元那最终成本要1750亿美元。那有一些网友就说，金琼好耳熟是不是铁穹来的？是 upgrade 版吗？因为以色列有铁穹系统铁穹防空系统据说也是蛮厉害的。而另外我们看到川普还讲了什么？他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F-35超级升级，把它变成双发动机的 F-55，因为我不喜欢单发的这个发动机的机型，所以我要双发动机的机型。那 F-22我也要把它升级变成超级战机那很多人都觉得说，你也不是军武专家，你下这样的命令是真的假的是真的对你的国防对你的武器有帮助，还是你只是好大喜功而已呢？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他爱吹牛或是爱夸大的例证可以说贻笑大方。
让国际间变成一个笑话。这是来自于 CNN 的报道，记得吗？他去中东访问之前，不是传出说，卡达要送给他一架飞机波音747的飞机，当做他的空军1号。川普还说谢谢啦，卡达真的是好搞勒手。可是现在 CNN 说了，根本就是川普政府先去问卡达说，你有没有飞机可以先借我们用，或者是卖给我们，或者是租给我们。五角大厦已经联系了波音公司因为他原来要做给这个川普的空军1号还没有办法立刻接上，所以呢才跑去问卡达跑去中东问。结果川普居然对外讲说这是卡达王室慷慨致赠，而且说这架总统专机是免费无偿，胡说八道他自己这样讲卡达也出来讲说没有要送你我们这是要租给你的，甚至是要卖给你的。那对于川普来说，他要打造一个又大又美的美国，所以他出了非常多的计划，很多东西都可以卖，只要可以明码标价的他都能卖，包括频谱。你可以看到他现在要求国会把这个600 MHz 的频段纳入又大又美法案中整个包裹起来这个又大又美的法案里面林林总总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现在他跟他的党这个议员们其实有一些争端，包括他希望能够减税或者是某种程度呢把这个州税跟地方税额的扣除额提高。可是呢，美国有一些这个党派有一些议员其实意见不一样，所以呢变成了党内的博弈工具。而另外呢，包括个别的医疗补助，像是儿童的医疗补助有一些议员就想要动脑筋，他火力全开，直接出口骂他说你别想在这个医疗补助上面乱搞一方面他很强硬，一方面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不讲道理的。我们再看 CNBC 的说法他说川普是现在在催共和党支持通过一项主要的减税法案，因为他必须让选民能够相信他，或者是继续支持他。而另外呢，这个蛮有趣的因为现在美国也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分裂，跟台湾一样，一个国家2种意见，有反川普的，也有非常支持川普的你可能不能搞错，还有一大群人非常支持川普，可能40% maybe 30几%，不知道。那这些人呢就会说奇怪，为什么会有反川普的人？有一大批反川普的人，所以美国的众议员呢，他是共和党的，他就提出这项法案，要求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去研究反川症候群、反川错乱症候群的心理跟社会成因什么叫做反川错乱症候群？就是说对川普本人还有他行为或者支持者产生强烈而且非理性的敌意以及认知反应常常被来形容逢川必反的态度跟行为模式。因为的确其实不只是美国啦，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人，都觉得川普做的一些事情觉得非常惊讶我们刚刚前面也谈得非常多。那美国境内这些人呢，就有议员就是说我们要去研究一下这些人的心理到底怎么了。那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到底跟川普好还是不好呢？看起来是有决裂你看到以色列准备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这是美国获得的情报那可是川普现在一直寻求跟伊朗跟德黑兰达成外交协议那你以色列这样搞不是在拆川普的台吗？所以美国官员就讲以色列这样子是跟川普公然决裂，可能会引发中东地区更大范围的冲突。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如果没有中俄做后盾恐怕没有中俄做后盾，伊朗最高领袖说那我没有办法跟美国达成核协议，因为美国想要跟他达成这个核武器的协议嘛，可是呢这个他的条件其实不好，很严格很严厉，所以这个哈尼尼他就讲了不期望跟美国的谈判会达成结论。来请教彬哥。川普说他要建立精穷，而且3年之内就可以投入使用。他说的基本上这个可能性几乎是0，因为请问一下，你说你的这个系统未来可以防极音速飞弹，请问一下，美国目前有这个技术吗？你确定3年之内就研发了出来？然后对那种多弹头分导的弹头核弹头，请问你怎么拦？人类现在没有这个技术你根本没有的技术，你怎么在3年之内就投入使用？我不知道，因为铁穹也拦不住，
所以他是金琼，是啊，比铁更高就金。铁穹现在被证实，有的时候他连一些无人机都拦不住了。哦，对啊，所以当你任何系统面对饱和攻击，其实你都会拦不住嘛。那其实川普这个东西，你仔细去看，他就是把现有的一些陆海空美国的这一些防空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网，全部把它连接在一起而已，做一个整合而已。那你现有的东西整合，你也只能拦现有的东西啊，顶多效率更高一点，但是你不可能拦到超过你科技能力范围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个吹牛了。然后说要什么超级 F-22，什么 F-55，真的研发一台战机有这么简单吗？你随随便便哦，总统喜欢双引擎就弄台双引擎的战机，然后随便弄弄就结束，是这样吗？如果这样，美国早就弄出来了嘛。美国为什么之前争论这么久，就是因为其实6代机到底要有人还无人，美国自己内部都分成2派意见。所以现在好，就算你川普拍板定案了，你在短短几年之内你就要成军，这个可能性实在太低。这样子乱搞出来的东西，搞不好日后的问题比现在的 F-35还要更麻烦。所以我觉得川普如果要这样乱搞，我看俄罗斯跟中国大陆都会非常高兴。那至于说川普喜欢吹牛，这也不是1天2天了。那现在如果真的如报道所说的，实际上卡达根本不是要送，是美国要去跟他买，那我觉得这个反而好，也就是说至少符合规范。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认为说，你直接收受4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赠礼，你这样没有收贿、接受外国贿赂的问题吗？我真的觉得这个匪夷所思哦。那当然，对川普来讲，什么东西都可以卖，频谱可以卖很正常啦，这有什么好奇怪？他搞不好台湾都可以卖，这个都很难讲啊，因为他也想买格陵兰啊，对不对？也想买加拿大啊，他什么都想弄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不是问题。问题是，川普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主张之后，比如说你要求这个要大幅提高州税跟地方税的上限。那请问一下，那这个财源谁补给地方？你中央要拨补吗？如果中央没有拨补的话，关税的收入又不如你的预期，请问一下这些地方还怎么做事？真的，大家死给你看吗？那同样的，你的医疗，你可以说你要大幅补助，这些都 OK， 但是你要先想办法找好财源嘛，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很多事情就是一个钱的问题，但你没有先找到钱，就开始天马行空乱想。那到最后就变成它不可行了。导致我觉得这个议员拍马屁真的拍到极点了，直接提反川错乱症候群。那个卫生院啊，国家卫生院是不是要去研究一下川普认知错乱群？要不要去研究一下这个症候群？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拍马屁的行为，医学上根本就没有这种病嘛。所以你在研究什么东西？这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比较像是另外一种认知作战。所以如果持续这样乱搞，那美国只会越搞越糟。现在以色列看起来已经快要忍不住，其实以色列可以再等等，因为美国可能很快就跟伊朗谈崩了，你再动不迟。是，来老师。好，不管这个狂妄自信啊，自己觉得自己很会做生意、中商中立的这一位全世界的领导人怎么想？我想问2个问题。第一个question就是你为什么要讲你要做一个精准的这种防空系统？你怕到了吗？全世界你丢的军力最可怕，你的国防预算全世界你第一，2到10名加起来没有超过你多。你已经花了很多钱在国防预算，你做最好的东西还卖给别的国家 ，support 所有的国家，你怕谁？你要对谁？这是我很大的问题。你有需要吗？这是我一个问题。其实有，因为他心中惊吓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印巴战争所产生啊？印巴战争非常明显，一个歼10一个4代机可以这么的远视距的，就用 AI 的这个智能的这个打击，就用我们讲北斗的这个精准定位，就可以一招一招打下去啊！不管0:5、0:6，不得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叫天网的智能的防空，这也是因为协助了巴基斯坦能够把它的用雷达系统整个的网站网住。而且更重要，如果你有看到一些这个报道，你会看到这个叫激光设计、激光武器系统，听过吧？它用激光哦，只要花1块钱，可以打掉你一个2000万的，而且一次那1块钱打2000万，1块钱打2000万的无人机，打下了印度77架，加起来2.5亿啊，这个2000万乘以这个77，这样的一个状况，全世界当慢慢大家 news 出来，尤其这些高层很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他觉得怕了。
我也要做这样的系统，到时候你打来的时候，我也要防你。其实我在想，如果你是世界第一，你需要吗？你的防卫不是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吗？这是我好奇的。第二，你的战机35还有什么到55 F55，你要干什么？你去看全世界的媒体报道，全世界战机排名第一名就是你 F35了，你还怕谁啊？还要更好，所有人都跟在你后面，你就第一名了嘛，你还要冲到第0名吗？我觉得他不知道在想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国其实隐形中神秘最可怕。中国到底有多厉害？国防部到底跟他讲了什么？这次在印巴战争秀出了什么东西？我觉得他心中惊吓到。第二个问题也很重要，我觉得很扯。美国的赤字很高，budget deficit。什么叫赤字？政府支出减税收，政府支出很高，税收你要降税，你要学雷根时代总统要 cut tax， 然后你要学 lava curve， 减掉的价格你创造量你可以多，你错。第一，你的制造业不可能多到你可以真的创造量。第二，我觉得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美国的赤字啊，我跟你讲，现在已经到4兆，去年7兆多的支出，减掉它的税收3兆多，4兆，4兆除以它的 GDP 哦，当然将近30兆，我跟你讲是10多%、12%、13%，你知道这多高吗？你知道在几年2、3年前还是2兆除以28%的时候，那时候就6%了，就远超过全世界的4%的标准。你去看欧盟定的那个所谓的 criterion， 当时要 converge 15个国家的时候，12个国家，当然英国英国不想加入，其他12个国家加入，有一个国家死都加入不了。后来检视没有一个国家合格的，就4%都达不到。我跟你讲，4%的确那是一个安全标准，它早就超过了。你现在到10几%，你还要减税，这我第二个问题，你减税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也搞不太懂。所以我在想，川普，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宏观？就是把自己的美国真的带上一个真叫 MAGA 的一个愿景，你的 MAGA 是你设想出来的，你的 MAGA 只有一个工具，那个工具叫 tariff 关税，你只有一个手段就是玩关税。那后来这些东西都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一旦的逼近你害怕了，你才做的动作。你玩的关税也因为中国的 like for like， 他还配合你的做法，洗产地他也帮你洗产地，不让稀土给你，你就怕了。这时候就把它降到这么低，10比10嘛。我讲20%那个10比3，那20%是分代理的问题。你不就是很明显的知道，你现在发觉你好像有一点好像，不学无术，你只知道做生意，生意只知道谈钱。你发现科技这么重要，军事这么重要，这个制造业这么重要，那个原始这个高科技材料这么重要，你最后才发现你错了。我觉得这个川普可能要有人教他一下。是来。这个川普将会成为世纪的军武大笑话连我都笑掉大牙了。为什么他想这东西？我第一个我讲，他不是现在才搞这种笑话，他第一任当总统他讲什么话你知道吧？这个我讲的话不是乱讲的，是在艾斯培的回忆录，他的国防部长讲的。这个他们说给川普这个看福特号航空母舰的时候，他一看，他跟看游艇一样那种心态去看。这个艾斯培讲说他跟看游艇一样。他说：“那个舰岛为什么要摆在旁边？为什么不摆在中间？航空母舰，你有看到舰岛摆中间的吗？那是战机起飞要起飞这样是这个起降的甲板。他说要把舰岛移到中间。然后他说这个电磁弹射效果这么不好，我们改回正极弹射。那个军舰做了多少年才做出来？你说改就改吗？现在又来了，讲这种话。”你知道飞机这个单发跟双发各有各的作战任务，各有各的需求。以美国，我现在讲这种数据就知道，双发来讲，它当然飞得会更快。可是你相对一架飞机上面带了2颗引擎，你是不是比较重？你比较重的话，你就必须要少带油、少带弹嘛，要不然你带不了。那 F-35是单发它单发来讲就比较轻，可以带更多的油跟弹。我用这数据给各位看就知道 ，F-22是双发的。它作战半径只有850公里然后 F-35是单发，都是美国的战斗机，当然它飞得比较慢它马赫只有1.6马赫 ，F-22可以到2.2马赫，因为它双发的，但是它作战半径 F-35单发作战半径可以到1239公里这么远，因为它可以带着比较多的油嘛。那军中设计飞机来讲，是因为我的作战任务、我的需求，我来设计任务。我觉得川普他可能是看到说是中国歼30会搞出一个3发所以他也要把这个 F-35搞成双发要跟中国变一下。我觉得你这样，如果照这种心态来讲我觉得迟早川普会下令他的国防部长去研究一具4发的战斗机在这个发动机数量上面一定要比拼过中国。那铁穹系统他金穹系统，对，那真是笑死人。我跟各位讲。
美国现在最新的光萨德系统好了，你知道它防卫空间、防卫的半径是多少吗？大概200公里。它就是我这个总是要发现到目标。虽然说我的雷达可以看到5000公里，但是我导弹的射程只有200公里。那你想想看，这个范围200公里，那军事来讲，我一定部署在敌人会攻击我的地方，譬如我的导弹阵地、我的重要后勤设施、我的指挥所，我在那边才摆这个，而不是你全国每个地方都摆飞弹系统。那你想想看，美国范围有多大？如果你每个地方都要摆上这种萨德防御系统，然后半径只有200公里，你想想看，要几万套才够防卫构成一个金球。那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因为以色列国土小嘛，所以他就搞一个这个小的。可是铁穹来讲的话，也防不住，现在也证明也防不住胡塞的那种超高音速导弹。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军武界的大笑话。不过，这个金穹导弹的防御系统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已经引起了回响。我们刚刚看到中国大陆 MOFA 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有回应，他说这个计划公然提出大幅增加外太空作战的手段，包括研发部署轨道拦截系统，具有浓厚的进攻性色彩。中方对此严重关切，敦促美方尽早放弃发展和部署全球反导弹系统。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毛宁的最新的回应。可见中国大陆对于这个计划，他非常忌惮。我们刚刚只是觉得说，他可能到底在防什么？到底谁要用这个高速的导弹或者是超高速导弹进攻它？可是毛宁的说法显然它是有一个攻击性的一个目标。那我特别讲这个雷根时代他就做过了，这个星际作战计划嘛，他就希望你这个弹道导弹打到太空之后，我在太空之中将你这个核弹将你击毁，因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只有这种洲际导弹。是。但是那时候雷根证明他就失败了嘛，因为那时候雷根之所以失败，倒不是科技不行，是花费的钱太多了。OK， 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是想要重拾雷根那个时候的计划。他想要学雷根，但是我觉得这个经费太庞大，而且你现在拦的不是以前那种，而是中国现在那种超高音速导弹10倍以上马赫的那种速度，你怎么去拦呢？不过显然，这个金穹的这个飞弹的这个所谓的铁穹金穹的一个防御的计划看起来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复杂我们随后都有更详细的报道。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印度这个国家，真的是最近在国际间，尤其在军武迷的眼中，它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为了大内宣，他说了很多谎。我们先来看看现在印度先公布战利品，他说在这个印巴战争里头其实是大获全胜的，包括他展示了被摧毁的武器当然是从巴基斯坦这边过来的武器。他说有中国大陆制的 A100火箭炮霹雳15空对空导弹，他把这些尸体残骸都给他的国人说，你看我们把他们打下来了。可是一般的国际媒体大概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刚刚将军讲了嘛，6-0或是5-0，基本上我们看到印度在对国内的民众发动认知作战媒体瞎扯，巴基斯坦节节败退，经济学人都忍不住说话了，说这是极端民族主义攀上愚蠢的巅峰这个话讲得很重我们进一步来看经济学人怎么说，他说印度的媒体这些主播看起来非常一本正经的在说瞎话。他说了什么？他整理下来了，印度海军对克拉斯港发动攻击，这没有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印度陆军已经越过边界打进巴基斯坦，这也没有发生。还有第三，巴基斯坦总理害怕印度的空袭，已经选择撤退到掩埋体，这也没有发生。还有呢，他说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在一场政变中遭到罢黜，这也没有发生。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主播们却对着这个镜头讲这样的话，所以一般的印度民众是相信的，他们打了大胜仗。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前印度的海军参谋长也在报纸上面写了这么一大篇当然是记者访问他的，他高调的宣称印度海军在新杜尔行动，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一声不响的把巴基斯坦的海军封锁在港口内。当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能够把谎说成这样那一般一般的文字其实你找不到的，就是一些的这个电子媒体广播啦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报刊上看不到，我刚刚讲了，文字上没有留下迹象。可是印度的广播电台包括广播包括电视台却认真的播报了这些假消息，甚至宣称所有的资讯我们都经过
查证。好，这是来自于《经济学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非常的可怕和愚蠢。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印度人的确被激发出来爱国心，过去几个世纪好像都是这样做。包括你看到呢，有一项民调显示，如果中国跟印度开战的话，72%的印度人认为他们可以打赢中国，而还有一个画面啊。上一次将军也跟我们讲了，说每一次的阅兵啊，大家都在看这个奇观。这是来自于印度的边防部队的摩托车队的冒险家车队，他会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各种的阅兵啊，或者在训练的时候呢，会组成一个特技队。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个摩托车上面会有一大堆的这些军人特技军人那在阅兵，然后再组成各种的一个姿势的变换那你看到像这样子的表演，来大家看一下，这是一辆机车，上头有1、2、3、4、5、6、7，至少有7位军人在上头，像是这样子叠罗汉的一个这个表演当地的民众其实都鼓掌叫好，而且都平息以待，这叫魔鬼突击队。那我记得2015年嘛，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去看他们的阅兵，他也在这个观众席上面看呆了也是不断的鼓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他们是有理由的。印度人说，这项表演是为了体现印度边防部队不仅能够保家卫国，在其他方面也能够表现出高效、精准和无私的奉献。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魔鬼突击队边防部队的机动化运输学校的官网就是这样子的介绍像您看到的包括魔鬼突击队他所使用的摩托车是 Made in India 的那叫做皇家恩菲尔德据说像这个排气量是500cc 的摩托车一次一辆车可以载54个人可以叠上去这个创下了这个非常可怕的记录非常厉害的记录 ，Incredible India。大家看到这个海海报，这个是印度人他们在做观光促销，对 ，Incredible India， 不可思议的印度，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网络上也在流传这一段画面，请导播让我们看，这是人力摩天轮。你远远的看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可是它完全没有动力，也不是靠风。也不是靠什么其他的动力，它是靠人力大家把镜头往这个里头，这个摩天轮的轴心拉近一看，这个摩天轮的中间有2个人在踩这个摩天轮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在踩这个摩天轮，所以完完全全是用人力来运行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印度。来，请教斌哥。当然，这是个好消息啦。就是如果巴基斯坦这边消息是正确，印巴同意大家都撤回和平时阵地，那就表示至少这一波冲突大致上告一段落。这个当然很好。那至于印度它的宣传，它在某一部分来说，它讲的也是事实啊。你看，它确实可能用它的装甲车击毁了大陆做的 A100火箭炮，然后用它的飞机击落了霹雳15的飞弹。对不对？他可能是用这种方式牺牲自己的飞机，对，用飞机，你还是一样被他击落了，对啊，大家同归于尽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你不能说那个 P15飞弹不是被他击落了，对不对？就是这样，那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他嘛。所以印度人有印度人的角度嘛，我们也不能妨碍人家的角度。那当然对他们来讲是大胜。那虽然西方媒体或是我们觉得很奇怪，你到底在说什么？可是印度人相信就好了。对莫迪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很重要嘛？只要印度人相信就够了。大家会觉得现在是网络世界，大家可以透过网络都了解真实的战况到底如何啊？你觉得印度有多少人长期在上网？老实讲，印度有1亿人在上网吗？恐怕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印度变成他们控制了媒体，他高兴说什么就什么，可能超过10亿人以上都相信。那对莫迪来讲，他整个作战就是成功的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将军怎么看印度的军力。其实印度这个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一个阅兵这么隆重的典礼上面展现军威的时候，他弄了这个摩托车跟马戏团一样在这边表演。
其实它有它历史的由来啦。因为我们知道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哦，那时候英国军队到了印度之后，因为那时候英国刚好已经工业革命完了嘛，所以它很多已经不是军中的机动来讲，已经不再是用马匹了，而是用车辆来代替。除了汽车来讲，它就用摩托车。因为印度这个地方，英国可能觉得说，你这种地方我不需要用到我的战车或者是这个大型的卡车，我用机车就可以镇压你了，所以他们就骑个机车到去巡逻。那印度老百姓一看，哎呦，这个对于那种老百姓一看，哎呦，这个机车不得了，这么小一台车子可以跑这么快，而且会镇压他们，上面还带着士兵带着枪镇压他们，所以他们是因为惧怕这种机车，所以再把机车把它神格化，认为说是很厉害，所以说他们也因此而学机车。但是，其实我们国军有一阵子，我自己当连长的时候，有一阵子我有一个排是机车排的，就是那时候，以前大家可能知道叫 DT 的越野机车，对，那专门去受训怎么样骑，怎么样那个操作，一辆机车带2个兵，然后这个属于搜索部队来讲。但是后来我们也检讨，发现说这机车来讲的话，不适合战场使用，因为完全没有防护力。那以现在作战来讲，你知道一被发现很容易就被这个歼灭，这个没有生存能力。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搜索现在已经改成说是装甲车辆，甚至更先进，你应该用无人机去搜索，是啊，而不应该再用机车耍宝这种方式。这感觉比较表演性质，应该没有实际的作战能力吧？没有，完全没有。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其实有。我们最后请聂老师来谈谈印度。好，我去一下刚才讲那个马戏团表演哈，这个印度那个 BSF 的机动化运输学校，它官网是这样介绍的，说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当然他们不是讲马戏团了哈，这个一个机车团队的这个演出呢是非常厉害的，这种表演可以体现了印度边防部队不仅能够代表什么保卫国家，在其他方面可以表现出高效、精准和无私的奉献。我想为什么要讲边防部队？刚刚也讲到印度比较地形特殊啦，但是当这我还是这个嘲笑一下，这个真的是就是一个表演而已，只是一个秀而已，让大家觉得哦很好，很棒，特技秀嘛。这哪有什么这个边防或者武力的这个展示？没有。但是他们的确是一个很需要边防的国家，可以看到，他最近跟这个巴基斯坦的战争，就是为了这个克什米尔两边有因控八控，然后就这个地方争执不休，打来打去，现在暂时停火了。我跟你讲，大家都怕战，所以就会停火，两边其实都会受伤了。也不是说巴基斯坦虽然赢了，但是他也会怕，所以他暂时 cease 掉，但未来还是会打。你看之前1964年停了，不是停了17年，还是打来打去。将来会一点小事，因为他的仇恨记忆还是会挑起来的。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我回想在2020年，这个可以去查，在5月5号开始，在它的边境2000公里喜马拉雅山南藏的旁边，中国和它不是有两边边防部队，只是他要去修公路，那边有驻扎军营，不让他修，就开始打了一下架。对，从打架开始，那边攻击，光是边防的小部队的军人稍微一吵了以后，就开始产生很大的一个。这个冲突，这个边境冲突一冲突冲了9个月，两边都很受伤，讲不好听的，最后还是当和平解决了。我必须讲一下，印度其实他要表现都是边防，但我在想，这么大的这个政战的这个摩托车，难道只是边防他们这个打这个防卫人来防卫吗？不过我最后讲到，全世界都做认知战，刚刚讲印度认知战做的真的厉害，因为印度分4阶，它4阶下面渔民太多了。